帮主。放开他。是。帮里，丐帮现在好吗？前几天，帮里选出了一位新帮主，不过哦，是哪位英雄啊？是一个叫庄继贤的年轻人，头上戴着个铁头套，古里古怪的。庄聚贤，铁头套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啊？是全冠清从外边找来的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丫头，这比他还可恶啊！这没几天，帮里上上下下都被他捉弄了个遍，大伙儿提起来都咬牙切齿。要不是怕庄继贤的武功厉害，早就把那小贱人给杀了。小丫头，叫什么名字？有一次听庄继贤说叫什么阿紫姑娘。阿紫，她在丐帮，她现在人呢？庄继贤让帮中的弟子到处发英雄帖，请武林中人齐聚少林，说他要称霸中原，做武林盟主。多谢了。回城。不知最近江湖上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？是啊，这次丐帮大发英雄帖，让天下武人齐聚少林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啊。不过听说丐帮那个新任的庄帮主相当厉害啊，连丐帮的几大长老轮番上阵都被他打败了。看来丐帮啊是要向少林寺挑战了。不见得吧。有道是天下武功，远出少林，他姓庄的再狠，恐怕也难敌少林诸位高手啊。我看也是。但丐帮这次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，似乎决心要挑了少林。别说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，就是二三流的人物，丐帮也一样送上英雄帖，请他届时到少室山站脚助威。可再看看少林，倒是急着把散落在江湖上的少林弟子都招回来护院，谁强谁弱，连瞎子都看得出来啊！不然，少林寺能数百年来在武林中屹立不倒，这最有它的道理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有多少人、多少帮派想挑衅少林，可结果都是自己倒霉。少林寺这潭水深得很啊！不错，实在是深得很。不到20年的光景，少林出了个乔峰，可聚贤庄一战呢，少林出动了2个玄字辈高僧和众多弟子对付姓乔的，可结果呢，不但没有杀了乔峰，反倒让人家乔峰一个人就宰了好几10个。咱们赶路吧，别错过了这场热闹。小二，难怪这2天遇见了这么多人，原来都是去少林寺的。公子啊，刚才听那2个人讲，少林寺那儿有一场大家可打，公子你看。好，我们也去少林寺看一看。如果有机会结识天下英豪，那对咱们……师兄，请用茶。哦，师兄，快坐，快坐。好。小僧戴罪之身，师兄如此客气，叫小僧如何敢当啊？你这几天劳累了。方丈鸣钟即中，咱们走吧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是不是我犯戒太多了？可千万别把我赶出少林呢。少林僧众，天下人仰慕少林，不仅是因为少林武学博大精深，更是因为少林戒律森严，处事公正。可是，最近有个别弟子不守戒律，破坏了少林寺数百年来的清誉。
来了多少人？谁知道啊？听说连东海几个从不露面的岛主都请来了。看来呀，丐帮这次要存心给少林难堪了。丐帮以前的帮主乔峰就是出身少林，乔峰在聚贤庄杀了那么多人，这笔账马上要算在少林身上。听说少林早和乔峰没关系了。不得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天秀老仙，不得天地，威震寰宇，古今无比。冯司令，这还真热闹啊！丁春秋，你又从哪儿找来这么一帮赖皮狗啊？啊，整天在你耳边唱那拍马屁的高调啊！你居然听着还能自得其乐，老子真佩服你了。原来是些手下败将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见了老仙还不远远的躲开，还赶过来送死。哼，丁春秋，当日一战你我究竟谁败？我看你说谎的本事，比你的化功大法可是高明得多呀。无知小辈，当初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你还能活得到今天？哼，说得好。你丁春秋不惜损失1半功力和几名弟子，就是为了对我慕容复手下留情。照这样说，你今天准备折损几名弟子对我手下留情啊？放肆！阿弥陀佛，大师，本寺今日有要事，不招待外人，请大师恕罪。敢问2位师傅，这座宝刹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师是初到中原吧，竟不知道本寺的名号。不过大师应该听说过少林寺吧？哦，原来这就是少林寺啊！2位师傅，告诉你们一件小事。什么事？从今往后，天下恐怕就再没有人知道少林寺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少林寺，哼！今日之后，中原武林就再没有人知道这块招牌了。天竺大德，中土高僧相聚少林，讲论武功，实乃盛事。不知小僧能不能做个不速之客，在旁恭临高见呢？高人驾临，必是不胜荣幸。吐蕃山僧鸠摩智参见少林寺方丈。国师亲临少林，老衲有失远迎。本寺正在处理一些内部事务，还请国师先到迎宾殿稍后。小僧不才，但我远道而来，少林寺的内部事务任何时候都可以处理。小僧听说少林寺72门绝技，未必有人每一门都能精通。听国师的意思，当今世上还真有人精通必派的72门绝技。不错。那么，请问国师，你说的这位大英雄又是谁呢？大英雄几个字，实在是愧不敢当。你说的是你吗？正是贫僧。国师，你不是少林寺的人，这72绝技中的摩诃指、般若掌和大金刚拳从不外传，国师如何学得？小僧不敢口出狂言，还请玄生大师你指教。大金刚拳法。好厉害！哎呀！
班若长。三入地狱，这是摩诃指的招数。这不是少林72绝技，这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。小僧练得不好，还请大师指点指点。国师过谦了。阿弥陀佛。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老衲数十年的苦学，与国师的武功比起来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善哉，善哉！方丈大师何必如此谦虚呢？只是我辈习艺不精，少林武功博大精深，我们还要勤加练习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一帮蠢和尚！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！师弟，你看那小子好像得了花痴，放在山上那么大的热闹不看，跑到路上找什么姑娘？嗨，人各有一好嘛。你喜欢凑热闹，人家喜欢姑娘嘛。我这算什么好热闹啊？看人家段王爷专程从大理赶过来，那才叫好热闹呢。玄慈方丈，少林72绝技不过如此。那这个“绝”字，是不是要改一改了？国师果然神奇，就不必要再咄咄逼人了吧？其实以小僧之见，少林寺不妨今日起就散了。各位高僧各奔前程，难道不比在这个浪得虚名的少林寺中混日子要好得多吗？国师想以一人之力灭我少林吗？不敢，不敢。小僧今天只是想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到底如何庄严宏伟。以小僧看来，少林寺还不如大理国的天龙寺。出家人没有争强好胜之念。国师说少林寺不如天龙寺也好，天龙寺不如少林寺也好，正所谓佛无南北，没有差别可言。九目玄技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，今日有幸得见，是小僧的福分。不要运气。国师的拈花指功如此了得，老衲佩服了。太师伯，他使的不是拈花指，也不是佛门武。孩子，是拈花指功，是拈花指功。
小和尚，你说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学，那少林绝技都是什么？我玄寂太师伯使的拈花指自然是佛门武功，你使的那个不是。好功夫！你来接我一招般若掌。小和尚，我今天来到宝刹，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。小僧资质愚钝，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，一套围陀掌，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。要是这样，你就退下吧。虚竹，虚竹，你是本派的第3代弟子，按说你没有资格和吐蕃国第1高手过招。但是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得，你就用你的罗汉拳和围陀掌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是，国师，小僧得罪了。服了吗？少林连环腿。好内力。你怎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？燃木刀法，他真会这么多少林绝技啊！慧伦师兄，虚竹的功夫是跟谁学的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如影随形腿。
对，正是少林72绝技中的龙爪功。国师，手下留情。如此身份，还斗不过少林寺一个小辈，竟暗体偷袭，实在不成体统。外面的东西拿进来！不要杀他！是。少林寺以多打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藏有女色？百年圣域，原来如此。今天我可是领教了。少林寺戒律森严，必会秉公处置。此事与国师无关。国师一路奔波劳碌，请先往客舍休息，待老衲查明真相。国师，请。虚竹擅犯杀、淫、昏、酒4大戒律，罚当众重打100棍。多谢太师叔慈悲，弟子虚竹愿受责罚。你擅自学旁门武功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少林弟子了。弟子死不足惜，敢请太师叔不要逐我出寺。你既为逍遥派的掌门，又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应当出寺还俗，不能再做佛门弟子。少林寺对弟子恩义深重，弟子不孝，有负众位教诲。众位师傅的教诲，弟子永生不忘。慧伦，弟子在。你身为虚竹的授业师傅，没有好好教诲，责无旁贷，罚你受杖30棍。弟子知错，愿受责罚。太师说，弟子愿代师傅领受30杖责。既然如此，虚竹受杖责130棍。虚竹现在还是少林寺的僧人，出寺之后，你就是逍遥派的掌门，灵鹫宫的主人，与本寺再无瓜葛。本寺上下须加礼敬。皇上，皇上！启禀皇上，江湖各路英雄几大帮派前来拜山。走，看看去。起来吧，虚竹，万法没有高下，在哪里修行都是一样的。从今以后，一定要记住诸恶莫作，众善众济。回僧房收拾收拾，下山去吧。是。弟子想受完杖责，
再下山不迟。各位英雄，今日大家来到少林，第四蓬荜生辉，但不知大家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我们接到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的英雄帖，约大家今日来少林立中原的武林盟主。这件事情，丐帮为什么不正面告知我们？玄生大师，我10天前接到帖子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，想提前通报，从江南赶来，一路上费了4匹马，还是没能提前赶到。我3天前接到帖子，立刻从河北赶来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难怪大家这么巧一起到，原来路远的发帖早，路近的发帖晚，大家个个马不停蹄的赶来，都是刚好到。这是丐帮早已计算好的吧？庄聚贤是什么人？他怎么还没来？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殿下驾到！镇南王亲临少林，老衲有失远迎。大师，说话何必这么客气？未能事先通报贵寺，就前来打扰，大师见谅。国师，你怎么还在此地？此地已在少林寺之外。犬子段誉不才，国师把他带到中原来，一路上多有教诲。段某还没有向国师道谢。段公子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国师什么意思？段公子来到中原后，认识了一位姑娘，从此以后便追随于石榴裙边，什么雄心壮志都没了。那位姑娘到东，他便随到东；那位姑娘到西，他就跟到西，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轻薄子弟。这个难道不可惜吗？这不孝之子，并非不孝，孝得很，孝得紧。有其父，必有其子嘛。哎，你这个蛮夷和尚，你不想活了吗？犬子现在何处？国师可知道？请告诉在下。王爷不必担心，我三弟现在很好。小师傅最近见过犬子。是啊，前些日子我跟三弟在灵鹫宫喝得大醉，后来……父亲，父亲，孩儿在这儿呢。啊，父亲，最近身体可好啊？啊，顽皮。哎，二哥，你又做和尚了。段公子在此，王姑娘就在附近，慕容复也该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慕容公子既然到了少室山，怎么还不现身？慕容复现在正在山下和丁春秋恶斗，要能活下来，很快就会来的。你们还不去看看热闹？段云庆。王姑娘，这点太凶险了，我背你出去吧。我也没受伤，有没有给人点穴道？我自己会走。再说，表哥武艺高强，
他会保护我的。哎，王姑娘，你看，我父亲在那里，他也来了。令尊是从大理来的吗？你们父子好久都没见面了，对不对？是啊是啊，王姑娘，我带你去见我父亲好不好？他呀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哎，我不见。为什么不见呢？王姑娘，你看我二哥虚竹也来了。哎，还有那个南海恶神是我徒弟。星宿派丁春秋，你来我少室山是要向我少林派挑衅。各路英雄，请作笔上观，看我少林如何抗击西来高人。表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少林自称中原武林首领，依我看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就是啊！星宿老仙家的，天下武林只有星宿才是正统，此外全是邪门歪道啊！张大哥，这里好像有很多人啊，好像丁春秋和他的下边健将都在这儿。不错，他们的确来了很多人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省得我千里迢迢去星宿海杀他们了。那不是阿紫吗？哎，那好像是咱们的女儿阿紫啊。看不清啊，好像是阿紫。别急，等等看。星宿派的弟子听着，本门规矩，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掌门，谁有能耐，谁就可以当掌门人。丁春秋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了，他已经给我磕了18个响头，难道他没告诉你们吗？丁春秋，你身为本门的大弟子，怎么可以欺师灭祖，隐瞒师弟呢？小阿紫，本派掌门人确实是谁的武功高就让谁来做。你既然把大旗都竖起来了，应该说还有点真功夫。小阿紫，过来，接我3招。我是跟阿紫比武，你凭什么插手？师傅，帮主，在老仙面前撒野，你找死！庄居贤，你是丐帮的帮主，为什么不用你们丐帮的功夫，反而用我们星宿派的毒功？本帮行事一向以仁义为先，庄帮主怎么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使出这样的邪功呢？这不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吗？是啊，要是乔帮主还在就好了。丁老怪，庄帮主可是我的护法，你打败了他，再来跟我决战也不迟啊。至于这星宿派的功夫嘛，当然是我教的喽。
巨贤，你再动我就使腐蚀毒功了！啊不，万万不可！你不想让他死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他是本派的叛徒，我不杀他杀谁？你已经弄瞎了他的双眼，求你放过他吧，我会重谢你的。要我不杀他也容易，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。答应，100件，哪怕1000件也答应。他怎么会这样？马上重归我门下，做我的弟子。是，弟子由弟子庄巨贤给师父磕头了。我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帮主怎么能拜星宿老怪为师呢？就是啊！师父，你别杀他！别杀阿紫！师父，弟子庄巨贤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助强大我在所不辞啊！师父，庄巨贤，你马上就去把少林寺的方丈给我杀了！可我和少林方丈无怨无仇啊！你竟然敢违抗师命吗？不怕我杀了他？不，师父，我去。少林寺玄慈方丈，听着，少林派是武林各门派之首，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。今日咱们要分个高下，胜者为武林盟主，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天下各路英雄好汉，有哪位不服，尽可向我武林盟主挑战。丐帮和少林派有数百年的交情，从来没有伤过和气。不知庄帮主今天为何前来挑衅？各路英雄都在这里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老衲有一事不解，还要请教。什么事？庄帮主已经拜金先生为师，那自然算是星宿派弟子了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不是我大宋武林同道。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和星宿派无关。就算中原武林要推举一位盟主，也和星宿派的弟子无关吧？不错，少林方丈说的很有道理。对，怎么可以做我们中原武林的盟主啊？就是，阿弥陀佛。庄帮主，既然你非要老衲出手，老衲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数百年的交情了。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理亏不理亏。动手吧！庄帮主，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，太不相称了吧？要打就打。那好吧。邪门武功，不是降龙18掌。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18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该用降龙18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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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降龙18掌。星宿神功比那降龙18掌要强得多，你就用星宿神功，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啊！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18掌？
谢天谢地。这招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这才是降龙十八掌。姐夫，姐夫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阿紫，让你受苦了，是姐夫不对。姓乔的，你中了老仙的仙术，不出10天，你就会全身化为脓血而亡，你信不信？对，对，老10天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你立即向老仙跪倒求饶，没准老仙还能饶你一条命。求饶吧，跪下吧！你放下阿紫姑娘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丐帮帮主庄帮主。你已经拜入了星宿派的门下，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？是你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，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，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给我报仇。阿紫，大理段王爷，令爱千金在此。阿紫，阿紫，我带你去见你父母。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姐夫，你们带回去，好好管教吧。阿紫，这么说，这盲眼少女也是我父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父亲呐，我又一个妹妹。大哥，你进来可好啊？好兄弟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没想到在这里碰面啊！姓乔的，你杀了我兄弟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债血偿！我要报仇！我小子，今天一定要除掉乔峰这个恶贼！乔峰是气胆狗贼，人人共诛之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少室山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兄弟啊，形势险恶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来，你先暂且退开，山高水长，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！大哥，你记得节义师说过什么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大哥有难，做兄弟的岂能苟且偷生？兄弟这番心意，大哥十分感激。不过，这些人想要杀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小兄弟，你先回去吧。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，可不便应敌啊。哎，你不用护我的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不会杀我的。萧峰和咱们公子爷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了得。我老冯有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跟中原这帮5人好好的干他一架。不错，果然让人佩服。我包不同也愿助他。啊，表哥，这位萧大侠真是个英雄，咱们助他，南慕容，北乔峰，联手力抗天下英豪，将来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。你们忘了，我慕容复的志愿是什么？咱们要以兴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，岂能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天下英雄呢？公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收揽人心，为我所用。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，故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下一份微薄之力，虽死犹荣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
真是大慰平生啊！慕容公子，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3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听出来了，他们是3个打1个呀！不要乱叫，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便会出手的。对。大哥，段公子，召集全寺弟子戒备。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复，姓庄的丁老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！萧峰何惧？是不是我姐夫受伤了啊？阿紫，别担心，萧大侠没受伤。拿酒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拿酒，一起喝。来，给，来，给，进来，来，来，拿着。好兄弟，接着，哎。走！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，大哥，三弟。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？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。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2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！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顷刻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，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今日，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
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一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。两位好兄弟，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，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。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！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！来！星宿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的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哎。招招凶险，进攻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舞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自然是不会败了。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席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是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，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。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，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，
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丑脸。慕容公子，你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叫不叫？表哥，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不要伤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，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了你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地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石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侠义为先，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
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王姑娘，你出声帮一下公子爷吧。我的6脉神剑一窍都不通啊！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抵不过呀。阿朱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公子，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！儿子没有？我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理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嘿嘿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
汉高祖有百等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颗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苏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萧大侠武功卓绝，老夫十分佩服。今天也想跟你领教几招。哼哼，不敢，请。哼。且慢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数十年，为了什么？我也正要问你，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，又为了什么？你我虽未谋面，但我认得你的身影。你的身影，我也认得。这两个人怎么在寺里已有数十年了？师兄，我丝毫不知，难道真有这事儿？我藏身少林寺中是为了找一样东西。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，也为了找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？否则的话，咱们3次交手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尊家的武功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，有不用再比试比试。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，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，只怕也难分高下。请。痒啊！哎呀！阿弥陀佛。痒死我了！虚竹，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难吧。是。谨遵方丈法旨，把镇养丸拿来。是。新秀老怪，这颗镇养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再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次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了。英雄无敌，我等小人，是我等小人，死心塌地，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。对呀，只要主人下令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主人，这星宿老怪灯烛之火，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呐！主人，你迅速将他处死，为世间除此败类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捧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说我主人，当真无耻之极！我说呀，是仙姑，立马皇上翻新，保管让仙姑满意。对，仙姑，花容月貌，胜过那西施杨贵妃呀。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仙姑有令，不得有误，快滚！是。滚到后边去！后边！虚竹，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门人弟子，令他们不要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，多种善因。在家出家，都是一样了。是。
安排法杖。是，法杖伺候。是。虚竹，你现在还是少林弟子，俯身受杖吧。弟子虚竹，身犯本寺重戒，恭领杖责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阿弥陀佛。生下你不久，就在你背上和屁股上烧了9个戒点香疤。你说，你屁股上是不是有9个戒点香疤？我屁股上是有9个戒点香疤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的亲娘啊，儿啊！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。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，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。儿啊，24年来，我白天想你，晚上想你。我气不过别人有儿子，自己的儿子却给天杀的贼子偷了去，所以你总是偷人家白白胖胖的玩来玩，玩够了之后就杀了他。原来你的儿子也是被别人偷去的。哎呦，可是别人的儿子哪有自己亲生的好啊？儿啊，儿啊！儿啊，儿啊！真是我娘！他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要再打他了。是哪个天杀的贼子偷去了我的孩儿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。孩儿，我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他抓着，把他碎尸万段，剁成肉酱。我的武功敌不过他，可是我的孩儿武功高强，能报仇雪恨。你的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，还是抢去的？你脖子上的2道血痕从何而来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不错，你儿子是我抢去的，你脖子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不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娘，你跟我说，我爹到底是谁啊？不，我不能说，孩儿。叶二娘，当年的事
你还记得吧？是我引诱了他，是我引诱了他。这个男子只顾及他自己的生命前程，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未嫁生子，处境是何等的凄惨！不，他顾及到我了，他给了我许多银两，他好好安排了我的下半生。可他为什么让你孤零零的漂泊江湖？我不能嫁给他，我不能嫁给他。你真的不想说出那个无情无义的男子是谁吗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跟叶二娘居然也有一手，瞒得不错嘛。我所识女子之中有她在内吗？倘若当真害得她如此，纵然在天下英雄面前声名扫地，我也绝不能丝毫亏待于她。这孩子的父亲此刻就在这里，你为何不指出他来？不，为什么在你孩儿的背上、屁股上烧上了许多的戒点香疤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孩儿一生下来，你就想要他当和尚吗？不，不是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问我了好吗？你别再问我了。你不肯说，我却知道。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，乃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僧。娘，娘，娘！孩儿，咱们走，这仇咱们不报了啊！咱们走，咱们走。且慢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叶二娘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抢你的孩子吗？是因为有人抢去了我的孩儿，令我家破人亡。我这全是为了报仇。有人抢了你的孩儿，你是为了报仇？正是。我抢了你的孩儿，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之中，让少林僧将他抚养长大，授他一身武艺。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孩儿也是被人抢了去，由少林僧授了他一身武艺。你不想看看我的真面目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萧远山。你是萧远山？你是我爹。对，孩子，我正是你爹。把踏面给我。是。萧远山绝笔，
萧远山绝笔。孩子，我那日跳崖自尽，谁知竟坠在一株大树之上，竟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死志已去，心中只剩下报仇二字。那天，在雁门关外，10几个中原高手啊，竟杀了你不会武功的娘。孩儿，你说此仇该不该报？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怎可不报？凤儿，当日杀你母亲之人，大半已经被我当场击毙。丐帮帮主王建通染病身亡，哼，算便宜了他。只是那个大恶人，带头大哥，现在还活着，而且就在这里。此人是谁？此人到底是谁？自己站出来吧！凤儿，那日我和你娘怀抱着你，到您姨父家去走亲戚，不料路经雁门关时，突然10几个中原高手越将出来，将你娘杀死。大宋和契丹素来有仇，互相厮杀本不足怪，但他们却联手来伏击我。凤儿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听智光大师说，他们误信了契丹武士要到少林寺夺取武学经典，所以当年你爹我并无夺取少林武学典籍之心，他们确实冤枉我了。好，我萧远山一不做二不休，你们冤枉我，不能白受你们冤枉。30年来，我隐身少林寺中，将你们的武学典籍瞧了个遍。少林寺的诸位高僧，你们听着，有本事你们把我萧远山杀了，否则的话，少林武功非流入大辽不可。这代恶人当年杀死我娘，还可以说是个误会。可是后来，他杀了我养父养母，让孩儿蒙受恶名。此人到底是谁？请爹指出来。凤儿，这回你错了。我错了？错了。那乔氏夫妇是我杀的。什么？是你杀的？我苦苦找寻的大恶人，原来就是你！这么说，火烧单家庄，杀死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，都是你干的？不错，都是我干的。当年带头在雁门关外杀死你娘的人是谁？他们明明知道，却个个袒护他，就是不肯说出是谁。凤儿，难道还不该杀？凤儿，你可知道，我是扮成你的样子去干的。孩子，这也算是咱们爷儿俩给你娘报仇。少林寺的玄苦大师亲授孩儿武功，10年中寒暑不断，孩儿有今日，多亏恩师栽培，你却连他也不放过。这些南朝武人，个个阴险狡诈，有什么好东西？玄苦是被我一掌震死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杀我爱妻，夺我独子的大仇人之中，
帮的帮主，也有少林派的高手。他们想永远隐瞒这桩血腥的罪过，将我儿子变为汉人，拜大仇人为师，做丐帮帮主的继承人。凤儿，他们这些中原人对咱们的欺辱、冤枉还不够吗？这些人既然是你杀的，便和我杀的也没什么分别了。我一直背负着这恶名，看来并不冤枉。带头大哥是谁？你到底查明白了没有？休不查明白之理。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我若将他一掌打死，岂不太便宜了他？他就是虚竹的老子叶二娘。虚竹的老子是谁？你若不说，我可说出来了。我在少林寺中隐伏30年，什么事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？你们在紫云洞中相会，他叫乔婆婆给你接生，这些事要我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吗？不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少老英雄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放了他吧！我儿和你公子有八拜之交，结为金兰兄弟。他在武林中有那么大的声誉，年纪也那么大了，要打要杀，你就冲我来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善哉善哉，既造业因，便有业果。虚竹，你过来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！虚竹，你在寺中24年，我竟然不知，你便是我的儿子。玄慈方丈，你终于承认了。萧老施主，你和令郎分别30多年，不得相见，可你却早已知道他声名鹊起，武功精进，成为江湖第1英雄。我和虚竹日日相见，却始终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二娘，我已做下双重罪恶，反悔固然无用，隐瞒也无用。只是这些年来，苦了你了。你有苦不能说，那才是真苦。萧老施主，当年雁门关外一役，老衲铸成大错，众家兄弟为老衲包庇此事，又被你一一杀死。今日老衲以死相报，不算晚吧？玄慈大师，你确实该杀。不过，我敬你是一代高僧，我愿意和你一决生死。方丈，方丈，方丈，慕容博老施主，当年你假传音讯，
说契丹高人萧远山要来少林寺夺取武学典籍，以致酿成种种大错。难道你就没有丝毫的内疚吗？阿弥陀佛。方丈大师，你的眼光当真厉害，居然把我认出来了。哼！父亲，你还活着？父亲，你是为我大燕的江山和慕容家的安全才要诈死的吧？不错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和你曾经交往好多年，素来敬重你的为人。那天你向我告知此事，老衲自然深信不疑。此后，错杀了好人，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。后来听说你英年早逝，老衲好生痛悼。没想到你，慕容老施主，老衲听到你对令郎的劝导，才得知你姑苏慕容氏是帝王后裔，所谋者大。那么你当年假传音讯的用意就再也明白不过了。只是你所图谋的大事并未成功，却白白的害死了许多无辜的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慕容老贼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上来领死吧！哼！父亲，诸位英豪，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活过今天，但杀我之仇不可不报。我先去杀了慕容老贼，再回来做个了断。哎，兄弟，我们进去找公子啊！进去助大王一臂之力，节制拦住！王姑娘，怎么着？少林乃佛门善地，非殴斗之场。各位，请勿擅闯。胡说八道！非也，我看此处并非佛门善地，乃是专养私生子的风水宝地。你住手！老衲犯了佛门大戒，有伤佛门清誉，依本寺戒律，该当如何惩处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清明令域之保全，不在求永远无人犯规，而在求事事按律惩处。宣词方者对自己实行了，请各位英豪止步。我玄慈犯了淫戒，与虚竹同罪，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将我重重责打200棍，少林寺的清誉攸关，不得徇私舞弊。
方丈，方丈！少林寺的千年清誉，岂能坏于我手？是，执法僧永行。别打他！别打他！闪开！闪开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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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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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是我的错，我认领罪。二娘。哦。又不是佛门女尼，何罪之有？刑杖。杖刑完毕。娘。